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走到现在要崩塌，现在要出更大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不聊政治因素，不聊政治，单从经济上聊，就是这么造成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经济模型的设计者、实施者，本身就没想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把经济做好。这是一个内心充满着贪婪欲望和走捷径意图的党。而这个党的领导人到了习近平这些人就更是一样的，完全没有冷静的理智跟强大广泛的专业知识做基础，而超级贪婪的希望给自己建立不世武功，实权老人牛逼，对吧？我给党带来重建，你他妈有这金刚钻吗？你是个什么狗屎玩意儿啊？不想上去以后自己都不想想有啥，贪婪的超级欲望驱动着。一说一带一路，一说解放台湾，那就不知道北在哪儿了。在中国共产党建国到现在的体制里，就算有专业的机构提供过理性的意见，毛、邓、江湖到习，每一代只是表现的特征不一样，但都一模一样的本质。只要提出的专业理性意见跟自己的贪婪欲望和走捷径的意图不一致了，就会自动把专业欲望意见忽略掉。那如果提专业意见的人厉害点呢？老大心胸不宽广，就像这个傻逼习近平，就会疯狂的打击报复。最后身边所有所谓给他的专业意见，都是看明白他自己贪婪的欲望和走捷径的意图以后，给他一个支撑的借口。大家都明白。所以这个国家你说搞个鸡配啊，搞个屁啊，搞个鸡毛啊。一个好好的国家经济起步构想还有点希望，搞到现在没任何希望。其实从刚刚改革开放40年到30年开始那5年10年，抛开那些不好的东西，单看中国经济大结构很清晰，两条线，一条线围绕房地产构建的内需线路，内需领域什么都瞎聊瞎说，就房地产是最核心的支柱。一条是围绕外贸出口形成的外需路线，投资呢就是根据内需跟外需两个需求布置的投资。就这个路一直坚持走到今天，干干净净，有专业人士去提意见，中国现在绝不是这个样子。除此以外，金融体系配合这3条线的发展，衬托着往前逐步去推进，逐步走，挺好。所以呢，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国家最开始，不管这是谁提出的设计方案，起步，这个时候国家 GDP 的3驾马车，内需消费、外贸出口投资还是蛮清晰和合理的。这个大构架持续的进行，中国最起码现在经济应该是持续增长。因为中国的人口足够多，而中国人又有向上走的习惯，经济良性循环，大家兜里都有钱，会不断向上走更好的劲儿。仅仅是房地产一个领域，在内需上就可以很长时间的拉动经济良性发展了。内需方面它是支柱嘛。外贸方面，中国如果能定位精准，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供应链定位在这些供应链最核心最重要的中间环节，以及很多相关的低技术的产品的生产基地，就算是现在硅基文明崛起，中国也绝对能够享受特别大的红利。投资呢，围绕锁定这个房地产支柱的内需跟外贸2个领域，支撑他们做投资，也有持续发展这个不开玩笑。结果呢，现在已经都没了，完全都没了由于缺乏长期的规划，缺乏专业的逻辑，内需的这条线已经崩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卖土地和把土地质押给金融机构获得钱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口子一开，给地方政府获得了超期收入以后，那中央地方政府都被既得利益的这个甜头引发的贪婪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这种贪心就成为地方资金的重要引导方向。所以中国房地产从居住为属的内需的属性转化为投资为主的相关的属性以后这个产业一转化，内需这条线就没了。因为金融属性一旦去主导房地产的发展，它就不是社会大众的刚性需求主导了。金融属性一主导中国的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就变成了击鼓传花的杀猪盘我以前详细讲过，在杀猪盘快速获取现金跟获利前景的带动下，本来就没有专业指导的缺乏园区规划跟风险体系，又被政府政权引导控制的金融市场，就对这个杀猪盘的发展设计并提供了超级大杠杆，把未来中国需要100年以上才能消化的信贷资金扩张规模都投入到房地产中了。这个本来是属于靠内需支撑的慢一点稳一点发展，绝对可以担当中国经济需求支柱的房地产产业就崩塌了，再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了。那投资属性带动起来这种杀猪盘，它本身又依托在中国，因为广大人民都有刚性需求，所以它不会马上露馅。这种杀猪盘扩得越广，就把猪杀得越干净。然后在中共快速扩大城镇化政策的导向支持下，这个杀猪盘就把中国绝大部分中下层家庭的钱袋子和大量金融体系的信贷空间全掏干净了。这就是那后来呢？后来就更傻逼了，超级快速的踩刹车，治大国如烹小鲜，强制制止了房地产金融属性这种粗暴的政策，用行政手段取消了金融大杠杆。你最起码这时候你要递延金融大杠杆，你要产生其他的通道，让这个水能流进流出。结果这种粗暴做法一下就把杀猪盘直接敲碎了。对，内需的你杀猪盘敲碎了，你走个屁呀！所以第一个经济重要的线路内需的这个领域，在房地产崩塌后就没了，支柱产业也没有了。第二个经济重要的线路外贸出口伴随着中共的战狼思想钱最多最有信用最需求的欧美分裂了，现在这个线路快速断绝了。我以前详细讲过，不详细说了很详细的讲过多次外贸的事儿。那依托于房地产跟外贸的投资呢，全傻逼了。投资后建成的产能完全无处消化，所以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形成了超级可怕的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对于这一些本来就很弱，就对于专业知识就很弱的投资机构，专业知识很弱然后产能还过剩，本身对于中共未来产业政策发展又很迷茫，本身产业发展趋势又不明确，所以这些东西就全都陷在衰退中，而且不能够自拔。就像大家可能去看得到数据，围绕国内房地产跟外贸的央企，我们只谈131家央企，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巨额的亏损。从2024年上半年能看出来的财报中，全部131家央企中，只要跟上述房地产或者外贸有关的主要作为核心产业的央企，所有的人都在衰退的过程中。100%的企业，这一类企业负债超过资产50%以上。因为咱们知道在中国负债全是现金，欠的钱都是现金，而资产的变现能力绝对达不到50%，很多企业的资产变现能力10%都不到。所以对于你明面上账面资产连你负债的50%都不到的这100%涉及到两个关联产业的央企，其实未来的命运很惨，已经是100%处于资不抵债的境界了其中跟房地产关联的央企都是重灾区。你像今年上半年
中国建筑叫中建，上半年现金净流出1088亿，中铁建现金净流出817亿，中交建现金净流出742亿，净流出啊，中铁建现金净流出467亿，中冶建净流出284亿，中能建净流出145亿等等，就都在资不抵债。央企呀，你想央企都有多少政策支持啊，多少环境体系啊，现在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被以前产业导向失误，最后导致投资出现了大规模递延亏损，产能过剩，你现在再能建筑有什么用啊？中国哪有房子让你建呀？